南韩差点第二次戒严，传出军队竞价，准备来封锁国会。不过消息一出，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加上支持的民众全部死守国会，所以暂时僵局又僵住了。韩国国会上一次戒严的时候，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进步左派的党主席李在明的带头冲锋之下，172个议员冲入场。另外，执政党党主席韩东勋的带领下，18个保守右派议员一起投下了反对票，总共190席，在12月4号的1点投票通过反对几级戒严就开始戒严程序当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大批包围国会的军警就自行后撤了甚至有很多的民众呢跟军警发生冲突的时候，军警都是直接把双手举高但是呢，总统李锡悦就死撑到了4点40的时候才正式官宣戒严从而结束了这场6小时的全球闹剧李锡悦这次失败的原因总共有4个。第一，军队不听话，因为他是检察官出身，在军中呢是没有威望。那政变的主要推手之一，国防部长金显荣是李锡悦的高中学长才可以上位可见当中可笑之处第二，既然你嘴巴上救国，实际在救你老婆，完全没有正当性第三，整个在野党反应非常好，李在明他一边直播一边翻墙就跑进国会里面，所以引起了大量的民众前去协助另外第4点，整个大环境已经改变了。以前韩国政变能够成功，主要是来自于百姓的收入低相对保守服从，资讯不流通而这一些条件在这一次的政变当中通通不存在。今天的韩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展成熟的已开发民主自由的国家当然李锡悦作为一个斗败的功绩，他只剩下出逃或者坐牢，但是他一定会用尽一切抵抗，因为不抵抗是死，抵抗了还是死，那不如抵抗一下吧。然而要弹劾他，要国会300席2/3的席次尴尬的是，执政党目前卡的108席，而他的党首韩东勋目前拒绝弹劾李锡悦，当然已经有松动。不过他所考虑的是如果李锡悦骤然倒台，那保守派就彻底玩完了所以呢，拖拖看能不能逼李锡悦退党，放下权力，他在幕后操控，死命的拖到2027的下一次大选，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不过目前李锡悦的民调再跌到13%，超过70%的民众反对他，我想是非常难的。接下来预计每天至少20万人上街，而且这个数字会不断的增加，形势已经完全倒向在野党的李在明李在明呢也决心要干到底了，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激烈的拉扯。不过好在2次戒严大概是很难的，因为李锡悦人心散了，他的总统府的政务官呢通通辞职，内阁总理呢虽然留任，但是呢全部主打一个不知道，除了他的好学长国防部长准备被查办，最重可能要无期徒刑或死刑。所以韩国的这次戒严充分反映了川普当选之后国际秩序是一个动荡下的重整，所以台湾要小心赖清德已经归来，在民进党破天荒的挺戒严文之后，但没有道歉认错，反而是继续的升高对立。最新消息，一觉醒来，李锡悦道歉了，并且说不会有2次戒严。看来李锡悦的末日倒数计时中。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李锡悦晚上10点贸然的宣布晚上12点戒严，李在明第一时间赶快坐车开直播，一路狂奔到国会，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办法在晚上12点之前赶快赶到国会的话，他将无法进入国会。一旦无法进入国会，依据韩国的宪法，他们就无法解除戒严。所以李在明呢，虽然当时很懵逼，但是他就赶快冲了。 지금 이 순간부터 윤석열 대통령은 대한민국 대통령이 아닙니다. 这个背景是国会的围墙，当时外面已经有特种部队到了。这一次呢，李锡悦下令之后，他出动了2支很有名的部队，一支叫一空书，第二个叫做707部队。这2个特种部队去国会把门堵上，另外呢去逮捕或去抓捕国会议员。其他的国会议员也在各路市民帮助之下呢，陆陆续续就进到了国会里面。最后总共有190个国会议员来到了现场包含18个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成员，一起对解严案下的同意戒严。那这一过时间其实已经超过12点，事实上戒严令已经真实开始了，所以呢整个乱成一团。国会通过之后，现场出现一些很重大的状况。第一，警察跟军队不敢跟老百姓直接冲突，韩国7动7部队被老百姓、记者、各方民间人士
强行挡在外面，然后只有跟老百姓推挤，而没有执行总统的命令。对啊，根据最新的消息，第一，这些特种部队在出动的时候啊，根本没有告知是要去国会抓人，而是以为要参与对北韩的行动，所以空疏。还有呢，707特殊任务团的团员呢，他们到现场，他并不知道他要干嘛。那到底尹锡悦下的是什么命令呢？根据韩国民族报的报道啊，韩国前国防部长指他所下的命令是戒严令，准备有关的人士封锁国会，而且尹锡悦还试图逮捕相关政治人物，关押于防谍司令部。尹锡悦在建立当天第一时间下达命令，动用情报机构抓捕政治人物曾指示自己的高中后辈，还有国防司令官于尹兄以反国家势力抓捕主要政治人物具体的逮捕计划呢，就是关押在京畿道果川收押的具体计划已经曝光了。这里面据说除了国会议员之外，包含执政党的党主席，也就是韩东勋在里面，非常的扯这几个就是这一次发起政变帮助尹锡悦的几个要角最主要就是国防部长金荣显，那这些人都跟尹锡悦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已经到了搞政变的程度。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讲，这不是一场戒严，这是一场执政的总统要搞政变，目标用特种部队封锁国会，逮捕所有主要政要，甚至可能包含自己的执政党的党主席。是到这么夸张，因为执政党的党主席本身也是国会议员。那事实上，第一时间尹锡悦是请假搞消失，哇，这不是当代李宗仁吗？可是留下来善后分成两部分，在野党党首李在闵是宣布绝对要弹劾尹锡悦。可是韩东勋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他在回答记者的时候说我们呢反对弹劾尹锡悦，他们以掌声决定暂时不要参加全体会议。什么意思呢？我不参加，那你就不能进行弹劾，因为你人数不够。大家了解到现在韩国的政局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它整个国会300席里面呢108席是执政党，刚好卡死了弹劾总统必须要2/3选派 bug。 那为什么掌声呢？也就代表目前整个党里面它有分裂的迹象，用掌声避免直接明确表态。所以其实在5号的时候呢，执政党党首他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状况，但是随着实际的状况曝光，态势就变得越来越加的模糊再加上尹锡悦宣布的时候就这几个人，那这几个人为什么没有力量呢？很简单，国防部长金显龙他也不过9月才上来，他根本就控制不了军队所以这整个事情呢，到了5号的时候态势就有点有趣了因为虽然民意调查的结果超过2/7的老百姓同意罢免，超过9/6的老百姓支持弹劾，李在闵当然是想趁这个机会一口气把尹锡悦给处理掉。可是问题，你国会议席就不是这样，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事情就要僵在那边。可是显然尹锡悦已经控制不了这个国家了。这里要解释一下，韩国是总统制，他的内阁总理比我们的行政院长的权力还要再小一点。不过呢，有一个特殊的状况，韩国没有副总统，所以当总统不在的时候，总理就总齐全。结果隔一天大家讨论要善后，内阁聚会到总统府，但总统请假呢，就由总理韩德洙来召开这个会议。这下就有趣了，每一个部会首长互相对了，发现整个部会除了宣布辞职的国防部长之外，没有人知道要发动戒严。更好笑的是，很多的部会阁员甚至在戒严的当下他睡觉了，是被家人叫起来说看电视傻了。韩国的教育部长更绝因为当发动戒严的时候呢，记者就跑去访问教育部长，问教育部长依据韩国戒严令明天不能上课，那要上课吗？部长说既然没有人提到要不要上课，那明天还是上课吧，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事就这么绝。然后很多的韩星要开演唱会怎么办？取消因为戒严状况下是不能开演唱会的。3个小时之后知道解严了，所以呢赶快宣布紧急复办，所以乱成一团乱外部就在问，请问内阁的部会首长们要不要下台负责？因为就在此时，尹锡悦的总统府政务官们已经集体请辞了，所以大家就把球就丢到了总理身上。总理最后集结了所有同僚们的意见之后就说我们会继续坚守我们的岗位，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最魔幻的地方来了，韩国人没有怪韩德洙大家反而觉得国家应该维持正常的运行，这也不是韩德洙的错，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就是这么的夸张，这个简直是草台班子，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吧？我觉得太疯狂了哦。那事情就继续发展，问题是以学一直避不见面，本来呢拖到星期四的早上要出来讲话的，又拖到呢今天早上要出来讲话的，但是他就是没有出来，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状况。可是问题是大家的焦虑感啊不断在放大，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韩东勋不肯松口要罢免尹锡悦，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尹锡悦宣布辞职的话，那尹锡悦的位置就必须要补选，因为现阶段这个总统任期还很长，他不能用代理总统。那一旦补选，以现在的态势啊，国民力量党只会输到脱裤子。所以他不敢办，他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尹锡悦啊，你应该知所进退，你要暂停你的总统职务，让内阁来进行工作。也就是说啊，尹锡悦呢，第一个他叫尹锡悦你退党。你做的事情跟我党无关。第二个呢，我们呢不会出席弹劾的开会，所以自然而然弹劾会失败嘛。第三个，尹锡悦你不准再进行你的总统职务。好，如果尹锡悦真的长期就摆在那边请假，那请问谁来代行总统职务呢？就是韩国的总理。但是呢，韩德洙的问题是，韩德洙是技术官僚出身，他下面那些政务官啊，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力量党的选举出身的科班政治人物。所以如果是这样，那韩德洙一定就会被他们的党主席韩东勋给操控。那我是认为韩东勋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啦，搞不好把现在任期熬完，风头一过，在改选的时候有机会就会获胜。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边就很微妙了。首先啊，李在明今年才59岁啊，就逻辑来讲，李在明只要等到选举，他一定是躺着上。但李在明如果这个时候补选上的话，他就剩3年半总统任期可以当。那韩国总统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只能干1届，而且李在明这么年轻，他不就62岁的前总统了？那这个啊也不太符合李在明的直接利益。不过这时候我必须讲李在明相对比较像政治家，他并没有展现出他当不满完整任期而就不推动罢免的状况，他还是强力的去推动罢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刚刚啊还在直播告诉大家很可能第2度戒严。那为什么刚刚开直播要守在国会呢？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只要再戒严，我赶快再投票把你投倒。所以李在明讲白，他很明显要冲到底，压力就回到韩东勋。韩东勋你要撑到最后吗？所以韩东勋的态度啊就有所转换了照目前的一个状况，尹锡悦就邀韩东勋到官邸去进行所谓的会晤了那韩东勋的态度呢？目前有2种说法。第一个，韩东勋的态度确实有所软化，因为据估计，这个周末上街头的韩国民众至少会有20万起跳，要求尹锡悦下台，要求国会立刻弹劾尹锡悦。基本上会把整个首尔的街头给塞满。那如果持续性的抗议，它的压力会不断的上升。还有一个状况是，韩国的全国总工会已经宣布了持续性的罢工，直到尹锡悦下台。所以尹锡悦现在顶在肩上的压力是非常大。当然了，韩国的在野党啊持续给压力嘛根据在野党所放出来的消息啊，下台的金荣显已经被控叛国。如果通过金荣显，未来至少是终身监禁或死刑的这程度。目前保守派国会议席据说有40几席，还是坚决的支持尹锡悦。可是最新的消息是，尹锡悦的民调进一步掉到剩下14%，已经跌破了15%的彻底死亡线了。所以尹锡悦是死定了啦只是看他什么时候要死啦。再来还有几个好笑的消息补充给大家。首先，尹锡悦说我老婆怎么都不知道，他自己判无期徒刑，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但他舍不得他老婆啊。尹锡悦是爱妻狂魔啊，他怎么可能让他老婆被彻底的给判刑呢？所以现在大家在说尹锡悦现在在称不能让他老婆被坐牢可是依照目前现在所掌握的证据尹锡悦的老婆恐怕是牢底得坐穿而且大家了解到韩国总统坐牢是一个常态，但是呢，特赦总统也是会发生。可是特赦总统会特赦总统夫人吗？会特赦总统的亲信吗？这就是问题了。所以阿月想跑无奈放不下间隙小西怎么可以被关呢？所以为了小西演了2出故事，一个是烽火台戏诸侯，堪称现代幽王；另外一个呢是演了一出李宗仁称病请假还不隐退，摆烂。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烂戏，韩国民众是非常愤怒就看接下来周末有多少人上街头所以这一出戏还会继续演下去。